善使盖掌功夫深，武艺高超李文彪。八卦掌三世名家李文彪先生，字广普，是河北省蓟县李家庄人，在北京时住前门西湖营。他是八卦掌20名家程廷华先生的门下弟子。李文彪先生身高力大，功夫很深，他善使盖掌。他的盖掌是每天打板子，打了10多年练出来的，手上有真功夫，木板招他手即折。李文彪先生性情刚烈，所以很多人比较畏惧他。当年八卦掌2世3世门人走动频繁，关系也非常和谐，师侄们经常向师伯师叔来请教功法。有一天，刘德宽先生来到李文彪的家中，李文彪一见师叔来了，非常高兴，说：“您来得正好，您教教我枪吧。”应李文彪的要求，林德宽先生经常到李文彪家中去教他枪法，这样练了2个多月，李文彪的枪法大有长进。有一天，师叔和师侄正在练枪，李文彪想看看这师叔到底有多大能耐，冷不防他拧枪即进，刘德宽先生没有防备，一惊，闪身用枪一砸，李文彪的枪脱手落地。看来师叔还是技高一筹。当年消防营有位练花拳的拳师在那儿教武术，后来年岁大回了原籍，有人就介绍李文彪到消防营去教武术。消防营都是一帮年轻的兵，说话很粗鲁，见到李文彪说：“这老师块头不小，先给我们说几下吧。”李文彪性格本来耿直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们忙什么？吃完饭再说。”李文彪爱喝酒，酒足饭饱后，他说：“你们功夫谁最大，谁就来试试吧。”其中一个功夫较好的，上去便一递手，一沾手就被李文彪扔出老远，接着又上来2个，一沾手又被扔了出去。李文彪说：“你们这功夫练得嘛呀？干脆你们20几个人一块儿上吧。”于是大伙儿一拥而上，把李文彪围在了中间，可仍然是一挨着就被他扔出去，倒了一院子。这帮当兵的全服了。当年在沈阳有个老道，硬气功练得不错，许多人跟他交手都输给了他。这位道人很得意，自诩盖3省。李文彪一听就来气，什么盖3省啊？于是带了2个人去找他。这老道见了李文彪，仍然很傲慢，坐在圈椅上并不起身。李文彪说：“你是盖3省吗？你不怕打吗？起来！”老道一看这架势，心想此人一定很厉害，赶紧站起来打招呼。李文彪又问：“你不怕打吗？”老道说：“那试试吧。”李文彪上气掌，一下打的老道鼻涕眼泪一块流，坐在椅子上不动了。李文彪说：“凭你这样还盖3省，我才使了6成劲儿，我要使8成劲儿就把你揍扁了。”说罢带着随从扬长而去。从此以后，老道再不敢吹牛了。当年李文彪曾在通县当司令，当时通县的县长都畏惧他3分。那时胡景记的部队很多都是土匪改编的，野性难改。他们到了通县，马上派个营副带了4个兵去找县长要枪。县长一见，马上说：“我1没拳，2没枪，我们这儿有个司令在大庙，你们找他去。”刘应富说：“好，我找你们司令去。”县长赶紧说：“我们这个司令可厉害，你们呀得小心点儿。”刘应富来到庙里，看见李文彪正在甬道上溜达，于是他持枪对准李文彪的胸口说：“哪位是司令？”李文彪说：“我就是。”营副说：“你交枪。”李文彪说：“我一个人怎么交啊？你们来了，先安置吃住，交枪可以。”那个营副说：“你少废话，叫你交枪你就交枪。”枪口仍然对着李文彪的心口。
性情刚烈的李文彪大怒，说：“你真不懂情理！”说着，用烟袋挡开他的枪口，举手将迎父打倒在地。迎父跌到地下，冲着士兵喊：“开枪！快开枪！”4个随从士兵的4支盒子枪同时射向李文彪先生，李先生顷刻倒地。迎父带着4个士兵扬长而去。一代武功高超的李文彪先生就这样亡于乱枪之下，实在可惜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外，李先生定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精彩篇章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故事。